1946年1月18日，面向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美军机关报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自称皇位宣称者要求昭和天皇下台。文章称一位皇位的宣称者自称现在的天皇一脉继承自554年前的僭越上位，从当时起天皇家族的血统继承已经被破坏。这位宣称者要求麦克阿瑟帮助他修正这个历史错误。这是日本战败之后的第5个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迅速陷入了资源短缺和社会动荡中。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最重要的社会热点有3件事：东京审判、制定新宪法，以及盟军将如何接管日本政权。这3件事都有一个舆论的中心人物，那就是日本天皇。这些话题使得日本人对于天皇迅速祛魅，甚至出现了一批在民间自称天皇的人物。时至今日，这一批日本天皇中，当以这位熊泽宽道最为著名，我们就叫他熊泽君吧。当时来自美国和英国的5名记者带着翻译前往访问熊泽君。他们报道说，56岁的熊泽君自称有大量的历史文件、神社宝物和其他的证据支持他的主张，但是现在这些证据都被昭和天皇及其家族以及已故的近卫文墨公爵藏了起来。熊泽君本人则是可以提供这些证据的清单。外国记者说，他们忍受着极大的脚步不适，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认真听取了熊泽君长达6个半小时的讲述。结束之后，熊泽君给他们提供了配给的啤酒。这些记者拿着杯子到屋外干杯，干杯词是为了新的日本皇室干杯。熊泽君向翻译询问了干杯词之后，误以为他们中也包含了 GHQ 派来的历史学者，于是后来他也主张他得到了麦克阿瑟的保护。其实在当时这件事还挺大的。1945年11月 GHQ 收到了熊泽君写给麦克阿瑟的请愿书，之后 GHQ 还是相当重视，通过各种方式多次确认其内容，联系了熊泽君的代理人，也派人前往名古屋向熊泽君核实。1946年1月1日，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言，承认天皇不是神而是人，希望与国民们相互信赖和敬爱。天皇血统问题的讨论也就变得有意义了。1月19日，朝日和读卖报纸也跟进报道了熊泽君。当时日本的早报都是只有2版，读卖报纸同时用上了2面顶部的显著位置，写出了报道的标题：老子才是正统天皇啊，搞了个大新闻，也是关注度相当的高。但是其实内容是把熊泽君的主张批判了一番，这个后文会提到。随后，《时代》杂志、生活杂志、伦敦每日电讯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也对熊泽君进行了采访。当时熊泽君被贴身侍从称为红道天皇，身穿绣有16瓣菊花纹章的和服，真一副天皇做派。熊泽君的主张就是以前视频中讲过的南北朝了，以前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现在的天皇自然是北朝的继承人，但是确实南朝天皇在一般常识上看起来更正当。熊泽君就自称是南朝最后一任天皇的后裔，他认为1392年后龟山天皇被迫将山神器转让给了后小松天皇，这与万世一系是有问题的。后小松天皇一系没有资格称天皇。熊泽家族在过去的5个世纪里一直都要求恢复正统，有人甚至因此而被暗杀了。包含熊泽君在内的现代熊泽家也在70年内向宫内省请愿了7次，但是反而遭到迫害。就连熊泽君和他的父亲也在最近的17年间遭受了思想警察的迫害，逼迫他们承认自家的先祖是僧侣、农民或者是旅行商贩，最后成了现在的商店主。以前的视频只说了在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的调停之下，南北朝重新合并，但是没有说调停的内容。其实足利义满的调解协议是听幕府对一直以来的北朝正统态度模糊化，南朝将山神器交还给北朝，大觉寺统和持命院统轮流登基，土地划分上国衙领归南朝，长讲堂领归北朝。之后，南朝的后龟山天皇进入京都，将山神器移交给北朝，日本朝廷重新统一。然后该轮到南朝天皇继承时，幕府和北朝又直接不认了。熊泽君就自称是这南朝的继承人。当时日本人对于天皇的关注度也很高，如视频开头所说，当时东京审判即将开始，所有人都在关注天皇是否会被追究战争的责任。其次是新宪法也在正式制定，日本是否会保留天皇也是一个重大课题。熊泽君这个时候出来展示宣称权是完美的时机，放在现在的话，做视频抢热点肯定比我牛逼的。当时读卖报纸在报道熊泽君时，其实大篇幅报道了一位东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对此事的评价。
这位专家认为，南北朝的历史问题也曾在明治44年引发了议会争论，这是当时的重大课题。经过了长期辩论，最终日本学界和政界都承认南朝才是正统，这是当今历史学界的通说。但是教授也表示，这种重大历史其实只要熊泽君能够提出资料证据，历史学家们可以很轻易地辨别真伪。但是即使熊泽君拥有足以证明他是南朝天皇继承人的证据和家谱，其实也不可能有皇位的继承权，因为天皇家族在日本可能有2000年的传承。其实民间应该还有很多其他拥有皇族血脉和旁支家谱的人。后小松天皇满足了所有皇位传承条件，并且成为了正统天皇以来，皇位的正统继承就从此被延续了，直到今天。所以南朝的后裔对于今天的皇位继承问题的意见是没有意义的简单来说就是万事一系，也就说来听听而已。建议失败者接受现实，都给你补发锦旗了，就不要再要求太多了。1月21日，又有报纸报道了对熊泽君的采访。这次他说道：“天皇继承是一个严肃且重大的问题，我的家族也知道必须慎重再慎重。父亲从明治16年开始继续收集证据，希望证明我们是南朝的直系后裔。我们希望认定石之岛古坟是熊泽一族的祖坟，并请求将其升格为八幡宫，但是都被拒绝了。”随着报道的热度增加，熊泽君发起了行动。2月3日的读卖报纸在同一版面报道了废除日本人使用天皇家文的禁令，以及熊泽君已经上京，现暂住于友人家中。这次的报道中，熊泽君解释了姓氏的由来。熊来自南朝第9代天皇熊野公信雅王，则是信雅王在应仁之乱中战败之后，逃离到了福岛县泽邑安家，声称作为熊野公信雅王后代的熊泽一族，后来搬迁到了石之岛，再后来到名古屋生活。也有报纸报道了熊泽君的私生活，说他穿着得体，虽然秃顶，但是精力充沛，看起来像个固执的人。接受采访时，熊泽君在家里悬挂菊花纹，换上了正式服装，介绍家谱。他声称10年前政府工作人员曾经要求他不得再使用16瓣菊花纹，但是他以这是我的家纹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熊泽君的邻居们认为他虽然有些偏执，也不算有钱，但是家庭和睦，生活稳定。附近居民在此之前并不知道熊泽君自称是天皇继承人，对此感到惊讶。总之，这一系列报道下来，熊泽君成了风云人物。他开始在全国各地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刚开始，熊泽君的演讲是完全免费的，据说每次有数百人参加。但是后来运营的资金压力还是不小，熊泽君会收取30到50日元的入场费。1946年2月 ，GHQ 拒绝日本当局提出的新宪法大纲，然后日本当局重新根据 GHQ 提供的草案，制定了大体延续至今的日本宪法要纲，于3月6日公布，确定了保留天皇作为虚君国家元首。对于新宪法中的天皇地位问题，熊泽君的发言人吉田长藏发表评论说，历史已经证明了天皇制度之下，北朝的天皇严重伤害了国民，不应该被承认。但是南朝的天皇并没有压迫过日本国民，南朝天皇的统治下也许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此乃天皇共产主义。并且吉田长藏还积极联系日本共产党出身的议员，希望结成统一战线。共产主义政党和皇室要如何才能结成统一战线？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也不知道。总之，日本共产党回应说，熊泽天皇的宣传可能让我党陷入阴谋或者是误解。无论熊泽是否认同我党的政治主张，都和我党是否认同熊泽天皇即位无关。如果实现了天皇退位和天皇制度的废除，熊泽天皇也可以更自由地宣称自己的皇室继承权。届时，如果国民投票承认熊泽天皇的话，我党支持他重建新皇室也不无可能。这一来一往激怒了右翼势力，纷纷指责熊泽君和日本共产党已经犯下了不敬罪。不敬罪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第3条，规定对天皇、皇后、皇太子等进行不敬行为的人将被处以刑罚。当时确实还没有被废除，毕竟新宪法都是刚刚才出要纲，刑法哪有那么快更新？要到1947年不敬罪才被废止。之后，东京地方检视局收到了对熊泽君、时任日本共产党书记德田求一以及3名次期编辑部成员的不敬罪举报。之后理所当然的，检方认为不构成犯罪，不予起诉，认为熊泽君的这些行为以及日本共产党对于天皇的批评都是针对现任天皇个人，而不是针对皇室，而且基于政治立场的批评天皇不应该上升到司法层面的诽谤行为，因此不构成不敬罪。麦克阿瑟还专门评价了这件事，他发表声明说，新宪法已经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也包括了天皇，谁也不应该在法律中享有特殊地位。
民族主义是生机勃勃的制度，但是如果不允许公民自由地发表意愿，民主就会死去。天皇作为国家象征所享有的法律保护，也应该与公民所享有的保护是相同的。政治不应该高于司法。1946年，昭和天皇开始全国巡回，让所有的日本人都有机会亲眼亲耳接触到天皇，而不是只能靠收音机和照片，是当时进一步破除日本人对于天皇迷信的必要措施，也是显示天皇依然存在，从而维持稳定的方式。10月22日，昭和天皇到达名古屋，熊泽君想要乘机和昭和天皇直接对话，他还特地穿上了16瓣菊花纹章的外袍，但是最终他没能见到昭和天皇。1947年，熊泽君又创建了南朝奉代国民同盟，11月进一步组织正黄党。该党在大阪阿倍野区设立总部，有100多名党员，政治诉求就是为实现正统的天皇法统而奋斗。之后，熊泽君的热度逐渐消退，甚至熊泽君也承认过自己其实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想要纠正被歪曲的日本历史。1951年，熊泽君与吉田长藏联合起诉昭和天皇没有皇位继承权，东京地方法院以天皇享有司法豁免权为由将其驳回了。同年，日本历史杂志刊登论文，详细反驳了熊泽君所主张的家谱和资料，熊泽君又火了一把，不过是作为笑柄的男主角。从此以后，他在媒体上的搞笑小丑形象就被固定了。对了，虽然熊泽君声称他是南朝天皇的直系继承人，但是熊泽君本人其实是他爹的养子。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还有 Hype 积分和硬币哦。我们下期再见。